这是新加坡军队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步兵战车，其被官方寄予厚望，称之为 NGAFV， 即 Next Generation Armored Fighting Vehicle， 翻译过来即下一代装甲战车。在新加坡装甲部队成立50周年的活动中，该款步兵战车紧随打头阵的豹二 SG 坦克编队出场，显示其在新加坡陆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火力军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新加坡猎人步兵战车。2016年7月，该款战车的原型车首次亮相，就以俊朗的外形吸引了军迷的关注。该车是由新加坡国家科技工程公司和新加坡国防部国防科技局于2006年研制，旨在取代新加坡陆军的美制 M113A2 装甲车。M113 系列装甲车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产物了，如今已年过60的老古董。尽管其凭借着结构简单、使用可靠、适应性强等特点广受各方好评，但随着战争形态的快速转变， M113 系列装甲车早已不适应现代战场，其皮薄馅儿大、火力孱弱的特点更是被誉为战场夺命计程车。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陆军不再满足于这种老式的战场计程车，从而提出新一代步兵战车研制计划，最终催生出比奥尼克斯系列步兵战车。该款车型是新加坡自行研制的第一款本土化战车，主要有2种型号，一款是配备双人炮塔的 IFV-25 型，主武器是一门 M242 25毫米机炮，另一款是配备单人炮塔的 IFV-40 或50型，主武器是一挺 12.7 毫米机枪和一部40毫米榴弹发射器。但作为新加坡第一代国产步兵战车，比奥尼克斯的综合性能平平，尤其是未配备反坦克导弹，无力抵挡坦克部队的进攻。恰逢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军 M2 步兵战车在战场上被反美武装的火箭筒大量击毁，而以色列的重型步兵战车却在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下安然无恙，这给了新加坡陆军和军工企业极大启发。新加坡类似于以色列，同样国土面积狭小，装甲车辆应更注重防护性能。随后，新加坡陆军在升级比奥尼克斯步兵战车的同时，开始了下一代装甲战斗车辆的研制工作，这就诞生出了本期主角猎人步兵战车。该款战车吸收了比奥尼克斯的研制经验，同时更加注重装甲防护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并于2019年开始交付新加坡陆军部队服役。猎人步兵战车的战斗权重为 29.5 吨，整车可容纳11人，包括3名成员和8名载员。车体采用钢装甲焊接而成，车体前部装甲倾斜，同时可加装多种附加装甲模块。车手灯采用嵌入式设计，全车共有6对负重轮，负重轮和悬挂有侧裙板保护，车体两侧同样加挂有附加装甲模块。猎人步兵战车的头号特点就是全面采用数字化技术，为此其配备了带有多个多功能显示器的战斗驾驶舱，多功能显示器可支持每个车组人员进行指挥和控制，执行火炮和车辆操纵任务。车头装甲中部安装有驾驶员视觉增强系统，内置3具摄像头，可提高驾驶员对车辆前下方及两侧道路的感知能力。车体四周还配备了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可以为车组人员提供360度视野，在车内既可对车外所有方位进行观察。通过显示器，所有车组成员不但能共享车长和炮手的视线，还能够通过其配备的战场管理系统与其他车辆实时共享数据和战场信息，从而使车内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清晰地把握车外的实时战场态势，使得战车态势感知能力大幅提升。车组成员可以像打电子游戏那样轻松操控车辆，有效地降低了车组成员疲劳度。这就是数字化装甲车的力量所在。除了功能强大的数字化系统，猎人步兵战车还拥有强悍的火力性能，其装备有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的萨姆森30遥控武器站，
其安装于驾驶舱后的车体中部、炮塔回转和武器俯仰，由装有稳定仪的电动系统驱动。与采用液压驱动的传统炮塔相比，其生存能力更强，并且能在行进间射击。火炮和弹药都在遥控炮塔内，不需占用车内空间。武器站上面安装一门 ATK 公司的30毫米 MK44 机炮和一挺同轴 7.62 毫米机枪。除此之外，武器站还配备有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在装甲保护下伸缩进行发射。两侧则是烟雾弹发射器，用于对抗电子设备的侦察和锁定。相比前代比奥尼克斯步兵战车、猎人步兵战车在火力上最大的改进，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其配备2枚长钉 MR 反坦克导弹。该款导弹本身已在新加坡陆军中服役多年，其优异的性能深得陆军的喜爱。其最大射程2500米，采用串联战斗部，入射角在30度时可击穿800毫米厚的军制钢装甲，并且该款导弹可选择不同的战斗模式，包括发射后不管模式和发射加观察加修正模式。在发射后不管模式下，射手激活导弹并将瞄准线锁定目标后，即可按下发射按钮，导弹会自主制导飞向目标，无需射手做追踪瞄准。这也是当前各国新一代反坦克导弹的共有特性，发射加观察加修正模式，则与早期线导反坦克导弹攻击模式相仿，但由于光纤数据传输链是一个自封闭的系统，外界无法对其实施干扰，因此其作战效率要高很多。该款导弹采用了高抛物线的飞行弹道，俯冲攻击目标，不仅避开主战坦克厚重的前装甲，而且高抛物线弹道使导弹受地形障碍的影响更小，能够更有效地在山地丘陵地形作战。串联战斗部则能使导弹穿透安装爆炸反应装甲的坦克。在动力方面，该车配备一台711马力的德国 MTU 柴油发动机，最高公路行驶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最大公路行程可达500公里，可攀越0.6米高的垂直墙，跨越宽2.1米的沟壕。车体后部载员舱采用面对面的布局，座椅采用独立可向上折叠的悬吊式防雷座椅。载员舱两侧没有设置观察窗和射击口，这不仅与当前步兵战车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且也符合在东南亚湿热气候条件下的作战需要。总体而言，猎人步兵战车作为新加坡现役最强款，不仅具备强大的机动性能，其火力、防护性能和态势感知能力也丝毫不弱于欧美同代战车。可以说，从该款战车开始，新加坡陆军就有了与世界一流军队掰手腕的实力。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该款战车性能如何？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